今天又双人出镜。好，今天聊什么？今天我觉得我们想聊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呢，在这个情感关系中，然后就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闯关，就像人生是一场游戏一样，我们就可以聊一聊我们觉得从认识到最后结婚，然后还有生孩子，还有一段的婚姻长度之后，我们所感受到的有哪些通关或者闯关的这个经历。对，其实婚姻也是闯了好几层不同的关。对。第一关是什么？好，第一关先说怎么找对象呀？看看男生女生在关于找对象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这种感受。首先呢，你看像女生啊，通常会或多或少受一些电视剧的影响，或者是小说的影响，然后我们就会说有白马王子啊，或者理想型啊这些。说寻找对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先找到自己。对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在学生时期呀、大学呀，其实对自我的认知还不是特别的清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应该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你要不断的认识自己。你先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是什么特点，自己所畅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然后这样可能找到的一个合作伙伴，生活关系中的合作伙伴可能更能契合。对这一点上呢，我从我的角度啊，不知道是男生的角度还是不一定具有多少代表性，但是个人角度上我会这么看：如果我找的是一个按照我的很多要求找出来的一个人，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在于我的喜好是会变的。那随着我的年龄的长大，经历的增加，阅历的增加，是会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有所谓的要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开放的心态和抱有这种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就像那本书终身学习里面讲的一样，终身学习的人他会更有开放的态度，然后对更多的事情有好奇心。因为我会变，就每个人都会变，所以期待另外一个人可能有开放的心态，这可能是如果说要求的话是一种要求。但其实我觉得根本上来说呢，我会觉得是没有要求，我觉得像很多的这种电视剧里面，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就是说有句话就是说 Don't look for a worthy mate, be a worthy mate。就是说你不要去找一个就是特别适合你的伴侣，你会吸引到对，当你成为了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吸引到。就是为什么不想抱着这么多的要求去找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你抱着这些要求去找，你会发现很难找到你喜欢的人，以及你觉得你找到了的时候，在相处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人也许做的没有你想象的90分那么高，也许还有很多你不喜欢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应该是说把爱对方当做一个释放自己爱的机会，就会说我爱你与你无关。因为呢，如果我所有的对别人身上的所有的期待，最后都是我的痛苦的根源。我对对方的期待，如果对方没做到，就像签了一个合约一样，对方只要没做到，我就不允许另样快乐。那我为什么要给自己签这样的合约呢？所以说呢，当能够实现我爱你与你无关的时候，这样的爱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因为痛苦的根源是期待，而不断期待对方做什么事儿的根源就是自己是不圆满的。尤其是当你期待是对方做什么事儿让你快乐的时候，这更容易痛苦，因为你不可控性太大了。对，咱们上一期视频啊，有个朋友特别精辟的总结了，就是说好的婚姻是从我愿意开始，而婚姻走向不好的道路是从你应该开始。对，非常精辟。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我先把眼镜摘下来啊。我们在海边，对，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眼睛。好，我就说刚刚你说的那个，就让我想到的尼采里面有一句话说，爱需要理性作为导航，理智作为导航，因为其实肯定一开始是有生理上的一些心动、冲动，但是究竟怎么样去维系一段或者是说长久的有一段固定的关系，可能后期更多的是要用理智加在里面。比如说你刚刚说的点就是说，你如果不理智的话，你其实相处的对象是一个你自己臆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这时候会有两个结果。在尼采书里他也说到，他说呢两种结果，一种就是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人，第二种呢就是你找到了以后是无尽的失望和纠结，因为你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你想象出来那样，他的一举一动并不能够完全贴合你所的期待。是 be a worthy mate 这个事儿，那你说哪些是 worthy 的呢？其实还是有一些那种就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的。当然如果你成为这样的人，你可能能吸引是有一些好的性格，比如说
稳定的情绪，对比如说能够去倾听，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对加太多情绪的，能够中立的用中性的语言的去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些能力也可以后期习得，就比如说在10几岁、20岁谈恋爱的时候，也许两个人并没有机会在过去的成长经历中习得这些表述以及倾听的方式，对所以没关系。那就要求那个人有开放对，的我觉得成长的心态。所以说回来这还是最重要的。对，其实我之前呢听到过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哎呀，你不要找一个你爱的，要找一个更爱你的。其实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并不是特别并不是特别健康，也不是特别圆满的一种想法。那另外一种想法呢，就是说，你要去找一个你很爱的，然后呢，你要垫着脚才能够着对方的。其实这样呢，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固的关系，因为你其实会发现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闪光的这个人，你很想追的这个人，其实你看到的都是他的优点，还有很多是你想象出来的他的状态。但是呢，当你真的跟他在一起生活以后，你可能逐渐的这层光环褪去了，你就会回到一个更本质的状态，你会发现，哇，这其实是并不是你想要的，以及呢，你这种在追的过程中，这很想要的状态又会控制你，因为你的欲望反过来就会控制你，你越想抓牢的事或者人，他最后反而是这件事物把你抓得越牢。对，其实你说到这个追，像我们原来就聊过，我觉得真正合适的感情其实是不需要追的，你可能不需要说一定要拿着一个架势，然后让那个人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然后觉得你在我结婚之前这样对我，不是有一句话很经典吗？说你结婚之前如果都不能这么做的话，你就别期望他结婚之后对你有多好。可是其实这样子真的是对的吗？对，我觉得感情中这个互相的追，应该是说互相肯定都是有好感的，那只不过可能有一定程度上有一个人稍微主动一些。其实我看过一个说法，说为什么有时候需要追，是因为其实是那个人他本身其实没有安全感，他自己的依恋的这个类型不是有3种类型吗？就是安全型的依恋关系，还有一个焦虑型的，还有一个是回避型的。通常呢，安全型当然就是你相信你自己价值很高，同时你也相信别人能够认识到你的价值，然后同时能够正确的欣赏你的价值。然后呢，如果是焦虑型呢，就是时而觉得他可靠，时而觉得他不可靠，这个关系是摇摆的。然后当然最惨的就是回避型，他不相信任何人对自己的感情，不相信这个感情能够长久。所以通常一定要被追的人的心理背景很多程度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而他认为安全感的来源必须要由对方的行为来自于外界的认可，包括外界的这种非常所谓的直白的 explicit 这种表示，追的表示，言语的表示，写信发消息的表示，他希望看到的是不断的去给自己内心安全感，期待这些外部的信号给自己安全感。对，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心理状态。是的，那其实还有你刚刚说到这个要稳定情绪，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成为一个温暖且稳定的人。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人他在自己状态比较放松不劳累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和对他人的看法是不是用一种温暖的角度去看，还是说他更多的是愤世嫉俗，更多的是负面的评价。其实这些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内耗的人。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家庭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精神内耗的人。那么当他在很累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你去观察他对熟人以及陌生人是不是可以情绪稳定，尤其是对熟人，看他是不是能够依然可以稳定的去输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尽量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其实我觉得情绪稳定并不是说你永远都快乐，这个其实不是情绪稳定的要求，而是你可以正面的接受你所有的情绪波动，但是你能够比较冷静的去处理。对你看我们现在就大海边，还可以听到大海波浪的声音。大海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呢表面上它是有波澜起伏的，但是潜水的朋友知道，一下去非常的平静，内核稳定。对，内核，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像大海一样的人，内核是非常稳定的。你并不是说稳定了就要天天像出家的僧人一样没有七情六欲，不是这样。你依然可以从表面上看像大海波涛汹涌，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平静，时而有小浪花，时而有大浪，都可以。但是你的内核要是稳定的。你说的这个，为什么有人会就是给陌生人很多的愤怒啊，
对陌生人表达出很多的情绪，比如说约会的时候，明明吃了一家高级的餐馆，还花了很多钱，结果呢去了以后开始抱怨服务生不好，抱怨酒不好，抱怨食物不好。其实呢，这首先就是花了冤枉钱，对吧？还没买到开心。实际上呢，开心不是外界能带给来的，都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开心。生活的过程中啊，同样的心态就会发现，你的伴侣做得再好，有抱怨心态的人，他呢还是会不断的去看到这些负面的地方。这不光是会带来不快乐，重点的是什么呢？抱怨意味着认为我是一个受害者，把自己 victimize，认为我是受害者，我不想承担责任，不管是选这家餐馆的责任，还是做这趟旅行的责任，还是生活中买了这个房的责任，买了这台车的责任，我不想负责。于是你让我负责之前，我先抱怨，我抱怨了你就别找我负责了，都不怪我。这是一种不负责任。这个不负责任不是说对周围人不负责任，最重要的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当你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时候，你没有为你的情绪负责，没有为你自己的思想负责，行动和选择负责，你就会让自己不快乐。当你真正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都不取决于外界，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内心。是的，就是最后其实还是向内去寻求，你向内去寻求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可能吸引到的这个人。其实就说到这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你要找一个跟你价值观一致的人。我觉得呢，可以两点看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价值观一致确实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让对方能够理解你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生活方式，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决定不工作了出来旅行，你可能不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去说服我，我也不需要去花很大的气力去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这个会使生活更轻松。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因为价值观其实是会变的。我们跟我们10年前我们两个刚是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当时10年前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就类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沟通，然后能够同频，所以这个过程中可能变了以后的价值观也类似，所以就是用一种发展的眼光，两个人能够共同的成长，也不勉强对方，又给对方很多的空间。我们昨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从日本来的独自一人，然后呢，日本一个女性然后我们很巧的就是我们去的火车上，她就坐我们车厢，回来还在车厢，然后呢，就开始说她为什么一个人旅行结果她就说她才刚结婚1年，结婚之前她是日本女性，的东亚女性很少有这种自己能出来一个人环球旅行半年的，她就跟她老公说的。非常的清晰的表述了她的需求，她从小就希望能够环球旅行，结婚了，她希望能跟老公一起，但她说呢，欢迎你加入我，但如果你不能加入我，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于是呢，她的老公也支持她，她自己呢又去了欧洲呀、亚洲各个地方，然后她很高兴的就是下个星期呢，她的老公会到欧洲来找她，就他们也会一起旅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体现了2点，第一呢，就是这位东亚的年轻女孩，她依然可以很清晰的表述出她的需求，即使是在相对传统的日本社会。第二呢，就是她的老公，她说她老公别说有环球旅行的梦想了，从来没出过国，都没离开过日本。下个星期是她老公第一次出国，但是她的老公有开放的心态，尊重两个人虽然想法不一致，从小的梦想也不一致。一个女孩想环游世界，男孩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日本。但是呢，他们愿意走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尊重彼此的梦想，并且这个男孩也开始去做出开放的心态出来看一看。对，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是的。那其实说回到究竟怎么去寻找到你这个合适的对象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得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然后呢要多走出去，多认识朋友，多去广阔的天地间。你看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非常多年轻人，他们志同道合，然后他们有类似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期待，他们价值观此刻很一致，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就很容易遇到跟自己同频的人。举几个例子我们在像前面 Claudia 20岁的女孩，那这又有开放的心态，对生活又爆满着热情，又有成熟的想法，是吧？非常好，一点也不物质，没有说你要给我买包、买车、买啥的。对，他在这里遇到的就是同类似价值观的人，而喜欢那种时尚的呀，喜欢那种物质的呀，可能他们更应该一起去一些这种
商场里面去遇见，可能此时此刻2个人的价值观会更合适一些。你在商场里就会遇到爱逛商场的人，你在职场中找，你就会遇到想要去爬职场梯子、想要卷、想要赚财富的人，这都没有坏处。一定这都是不同的喜好，没有好坏之分。对。但你在一个比如你去尼泊尔的青旅，你在北非摩洛哥的青旅遇到的呢，可能就是完全认为背包是更重要。就像我们在冰岛遇到的这位女孩，她认为大的包比大的房子更重要，她更想的是一个大的背包，充满故事的背包，比一个大的房子重要。实际上，难道只有欧洲的冰岛这位女孩，还是加拿大的女孩是这样吗？其实不是。我们在萨拉热窝也遇到一对中国的年轻人，此时此刻他们也在非洲的大陆上，然后我们也是互相看着彼此的旅行，他们也是比我们年轻很多岁，然后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就选择2个人出来环游世界。他们也是在旅行途中认识的。他们是在海南岛环岛旅行认识的，在国内的时候，所以其实就是你去到，你首先认识到你自己的特点，你想要成为的人，你想要的生活，然后你去到那个环境，你就更有可能去吸引到那样的人。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格鲁吉亚也遇到一对年轻人，从湖南开着车还挂着湖南的车牌。哇，看啊，太厉害了！你们从湖南开过来，哎，能不能介绍？我看一下这地图啊，一路从这个沿着丝绸之路到了格鲁吉亚，然后他们的梦想是一直通过中东，开到非洲，开到好望角。就是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有非常多志同道合、不同想法的人。但关键是你要像洛洛说的，把自己放到更多的位置去。这其实就跟前2天聊的，孩子的成功、创业的成功概率是少不了的。那怎么样能够增加就是最后成功的几率呢？自由探索，增加尝试的次数，了，那最后实现的那一天就会快一点。对，这时候呢，其实自己内核要稳，然后知道自己的决定选择是什么。当遇到了春节催婚这些事情，也不要惧怕，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时间点，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完成一个找对象或者完成一个结婚。其实这都是社会给予我们的一个期待，社会给我们画的这条道路。而人生的选择，人生的这种塑造力，应该是在自己手上的。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提高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然后你才可以更洒脱，或者是更自如的去做这种应对外界压力的选择。是的，你说到外界压力还有催婚啊，我们群里一位朋友分享了一段话，对我来说启发很大，也很有共鸣。他就是说，当你提升认知了以后，你面对家人，并不是说，哎呀，他们不同频，跟他们第一说不懂，他们说，然后或者甚至会去教育他们，去说教。给人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当你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维度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向下兼容。这个下是世俗意义上的下，没有好坏之分，而是说呢，你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理解他们。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呢，哎呀，这个回到老家呀，各种亲戚啊都来问他呀，工作收入啊，买房的状况呀，结婚了没？结婚问孩子怀上没？孩子问上学没？什么学？他就说呢，其实当你有更多的同理心以后，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会让他们关注到这些事情。第一，他们可能更在意外界的评价，他们认为成功与失败不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感受，而是来自于跟其他人的比较。所以呢，喜欢不断的去比较，确保自己没有所谓的落在后面，并且呢，可能成长的过程中也是资源比较受限。小时候，像我们的长辈也分享过，会有饥饿的时候，吃不上饭的时候，那都是来自于资源匮乏的状态所产生这种心态。当你理解了以后，就可以去包容。他就说，他不会去跟长辈有冲突，也不会不耐烦，也不会给他们说教，而是会说呢，我理解你问的问题，我反而真的会去认真的去听你的问题，然后呢去跟你唠上2句，然后呢从你的出发点来去感谢你的关心。就是其实这就体现了他真的修炼的一定的境界，是可以向所有人去包容，因为你不再去奢望某一些人以某一种行为和思想去面对你。其实你说的这一点正好可以引到我们下一个关卡，就是呢怎么去跟你的 in-law， 就是你的家长以及我这边的家长，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是你可以应对所有的人的状态。哎，舅舅，这是你在 Kids Club 做的吗？小朋友们在旁边的 Kids Club 玩。